莫斯科市中心爆炸，俄安全局长科姆科夫身亡。乌军摧毁顿涅茨克最大弹药库，造成数十起爆炸。俄海军高层动荡，副司令和黑海舰队司令先后被清除。霍尔斯克至苏梅激战不断，乌克兰收复部分失地，普京撑不住了。最新数据揭示，俄罗斯深陷困局。亚塞拜然关闭所有俄语学校，英德签署防御条约。伊朗军权换人，美将向以色列转让 B-2轰炸机。午夜之锤曝光，2名美特工潜伏15年。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莫斯科在不到3天的时间里，接连发生了2起重大爆炸事件。最新消息称，俄罗斯安全局局长科姆科夫也在袭击中身亡。据麦什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月2日，莫斯科市中心发生了汽车炸弹袭击，现场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根据前方流出的画面，至少2辆汽车起火，其中1辆被完全摧毁。随后，受害者的身份也被曝光。受害者是俄罗斯安全局第5局的局长阿列克谢·科姆科夫，这个部门负责反间谍活动。令人讽刺的是，科姆科夫自己却成为了间谍特工的袭击目标。俄方目前尚未对此事件作出回应，更多细节还在等待进一步确认。然而，现场的照片越来越多，显示莫斯科警方已将爆炸现场封锁。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姆科夫所在的第5局还负责整个独联体国家的反间谍工作，这引发了外界对亚塞拜然的猜测。近期，莫斯科与这个传统盟友的关系急剧恶化，亚塞拜然还逮捕了多名俄罗斯公民，并指控他们为间谍，甚至对其进行了殴打。科姆科夫的遇袭无疑加剧了双方的对立，也使得此次爆炸成为莫斯科1周内的第2起重大事件。此前，6月30日莫斯科工业区发生的火灾，很可能是乌克兰军队发起的空袭所致。事实上，乌克兰的特工一直在俄罗斯境内进行活动。比如，昨天他们袭击了萨拉托夫州的卢克石油炼油厂和化工厂，导致该厂冒起浓烟。该工厂长期为俄军提供战略能源。此外，在俄罗斯偏远的雅库特地区，亲乌克兰的游击队袭击了一座变电站，导致周围数百公里的区域停电。此次袭击发生在萨哈地区，属于俄罗斯远东的一部分。今年，乌克兰的打击行动显现出新的特点，他们开始将目标锁定在俄罗斯的远东腹地。从5月起，乌克兰军队至少3次袭击了这一地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莫斯科频繁爆炸事件的发生，乌克兰是否会继续发起针对性的打击，仍然悬而未决，未来发展值得关注。乌克兰对顿涅茨克发起了连续空袭，并成功摧毁了当地一个巨型军火库。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7月3日夜间，乌军向顿涅茨克哈尔奇斯克地区发射了无人机和导弹联合作战，目标直指当地的一个军火库。无人机成功牵制了俄罗斯防空系统后，乌军的远程导弹精准命中目标。紧接着，剧烈的爆炸声响起，数十次巨大的爆炸发生，场面震撼，持续了半个多小时。随着爆炸的推进，巨大的蘑菇云冲天而起，场面犹如核爆。当地居民描述，前后共听到几十次爆炸，天空中弥漫着浓烟，宛如核弹爆炸的景象。这次袭击摧毁的军火库可能是乌克兰数月来摧毁的最大弹药库，也很可能是顿涅茨克地区最大的军火库之一。至今，俄罗斯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具体的损失情况仍在确认中。不过，从爆炸的强度来看，破坏十分严重，不禁让人想起去年夏天，乌克兰军队也曾连续击毁多个万吨级弹药库，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此次哈尔奇斯克的弹药库储存量也可能超过1万吨。接下来，乌军可能还会在顿涅茨克附近发动更多打击。事实上，就在2天前，乌克兰空袭了顿涅茨克的俄罗斯第8军总部，并成功击毙了该部队司令戈里亚奇金上校。此次空袭还使用了风暴1型导弹，精准打击了敌军指挥中心。与此同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空袭也未曾停止。7月3日上午，
乌军向俄罗斯西南部的利佩茨克发射了无人机，并在1小时后击中了叶列茨市的 Energia 工厂，造成了大火。该工厂是俄罗斯军用电池生产的关键厂商，为俄军提供战略性电池。此外，几天前遭遇空袭的伊热夫斯克军事工厂已宣布停止运营，至少4个车间被完全摧毁。伊热夫斯克工厂主要生产道尔 TOR 防空系统，是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关键环节之一，也一直是西方制裁的对象。自6月底以来，乌克兰显著加大了空袭力度，目标不断扩展，给俄罗斯的军工业和战略设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几天，俄罗斯海军将领接连被清除，尤其是在黑海舰队方面，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根据一些军事记者的报道，乌克兰特工在7月2日击毙了黑海舰队的司令海军中将伊尔达尔·阿赫梅托夫。尽管双方官方尚未回应，俄乌两方的较量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在乌克兰对俄海军高层的针对性打击上。实际上，黑海舰队司令的职务似乎并未完全明确。根据公开资料，目前黑海舰队司令是谢尔盖·平丘克上将，而阿赫梅托夫是黑海舰队副司令，且他最近被任命为参谋长。这也意味着阿赫梅托夫可能在某些时刻代理了平丘克的职务。所以，即便有报道称他被击毙，也有可能是暂时代理职务的原因。与此同时，俄罗斯海军副司令米哈伊尔·古德科夫也在乌克兰的打击中丧命。古德科夫曾在3月被任命为海军副司令，专责陆战和岸防部队管理。然而，3个月后，他就在库尔斯克的一个关键指挥部被乌克兰空袭击中，与他一起阵亡的还有其他多名高级指挥官。这一事件已经得到了俄罗斯方面的证实。这些连续的打击，尤其是对海军高层的清除，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罗斯海军的指挥体系。而在这些攻击中，乌克兰并不仅仅依靠传统的打击手段，还展示了新型武器的威力。基辅最近推出的科尔顺2 Korsan 2巡航导弹，具备空射、陆基和舰载的多平台发射能力，能够精准打击俄军舰艇等关键目标。这款导弹的出现，可能是乌克兰对俄罗斯海军进一步打击的一个重要工具。2025年7月3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226天，乌克兰总参发布了最新战报，概述了过去24小时内的激烈交火。战报显示，俄乌双方共进行了140次交战，其中重点发生在库尔斯克苏梅边境11次，哈尔科夫北部边境19次，库皮扬斯克方向9次，莱曼方向14次，托列斯克方向10次，波克罗夫斯克方向41次，新帕夫利夫卡方向11次。俄军在此期间向乌军阵地和定居点发射了超过4000枚炮弹、火箭弹，投掷了60枚航空制导炸弹。从战报可以看出，俄军在库尔斯克以北的沃夫昌斯克和利普奇方向加大了进攻力度，并试图在库皮扬斯克方向取得突破。主要参战的俄军部队包括北方集群第20集团军、圣彼得堡第6集团军、近卫第1坦克军以及库班志愿者营等。在苏梅边境，乌军已基本收复了此前由俄军占领的村庄。在7月2日的战斗中，乌军边防部队还俘获了俄军810海军陆战旅苏图洛夫勋章团一支小队。尽管俄罗斯媒体引用卢甘斯克伪州长的报道，称俄军已完全占领卢甘斯克，但战况显示，卢甘斯克地区仍有约120平方公里，包括森林地带，由乌军控制。在卢甘斯克方向，尽管俄军在米洛维霍鲁比夫卡、克拉斯诺、佩尔舍、斯捷波瓦和皮亚诺等地展开了多次进攻，但未能突破乌军防线。俄军在托列斯克方向则通过火炮和无人机配合的小摩托兵力推进，对乌军防线施加压力。部分地区如波尔塔夫卡和亚布鲁尼夫卡已有小幅度推进。在焦点战场波克罗夫斯克红军村，俄军集中火力猛攻波克罗夫斯克城郊防线及乌军红军村的第1道防线，但至今未能突破。另外 SW 战役地图显示，乌军第79空降旅第3突击营在米洛留比夫卡方向进行小范围反攻，尽管战况险恶，
但乌军依然在 3.1 万人的兵力下，与俄军的 11.1 万军队展开激烈对抗。在新帕夫利夫卡一线，俄军连续多次进攻舍甫琴科和科马尔的乌军阵地，乌军则通过无人机和外警戒阵地拖延俄军进攻速度，削弱其攻击势能，然后在主阵地展开反击，双方激烈交火。此外，俄军指挥官损失惨重。6月30日下午，俄军指挥哨所在科列诺沃遭到乌军袭击，导致俄罗斯海军副司令米哈伊尔·古德科夫少将身亡，另有10多人阵亡，很多为高级军官。据俄罗斯军事记者报道，乌克兰情报人员还成功狙杀了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海军中将阿赫梅托夫 （Ildar Akhmetov）。乌克兰还利用海马斯火箭系统袭击了瓦西里夫卡以北的桥梁，成功切断了俄罗斯的运输线，进一步削弱了俄军的后勤保障。俄罗斯经济正在拉响红色警报。根据标准普尔全球 S&P Global 最新发布的数据，俄罗斯制造业正经历自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最严重的萎缩。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5月的 50.2 暴跌至 47.5， 正式跌破荣枯线，进入收缩区间。这是自战争初期遭遇西方制裁以来最剧烈的一次单月下滑。虽然俄罗斯制造业在5月曾短暂回温，但这道热度如昙花一现。进入6月，新订单持续减少，出口需求暴跌，创下自2022年3月以来最大降幅。卢布升值成为压垮出口的又一根稻草。同时，生产力已连续4个月下降，6月的跌速更是2年多来最快。许多企业坦言，内需疲软，民众购买力走低，正吞噬他们的订单。尽管如此，一些工厂也无奈表示，产能骤降让他们终于有机会清理堆积如山的积压订单。表面上看，一些企业依然对未来抱持希望，期待需求回升，但整体市场信心却已经降至2022年10月以来的最低点。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列舍特尼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公开警告，从商界情绪来看，我们正站在经济衰退的边缘。然而，俄罗斯央行总裁纳比乌林娜与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则试图淡化忧虑，声称这并非衰退，而是经济从过热状态中冷却，眼下的首要任务仍是控制通胀。但现实远比官方话语复杂得多。俄罗斯最大的民营银行阿尔法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奥尔洛娃在福布斯撰文指出，如今的俄罗斯经济呈现出双层活动结构，一边是订单暴跌、项目停滞、企业裁员，另一边则是仍有企业扩张、加薪抢人，劳动力市场出现高度分裂。这种结构性不均衡，使得判断整个经济健康状况变得异常困难。尽管大多数经济指标都在走弱，俄罗斯的官方失业率却仍维持在低位。政府数据显示，4月全国失业率为 2.3%， 接近历史最低点。然而，经济学家警告，这一超低失业率可能并不是健康的象征，而是反映了男性青壮年劳动力的严重缺口。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正吞噬着俄罗斯的年轻劳力，造成结构性伤亡。这种失衡还可能逆转。标普调查显示，为应对订单萎缩，不少企业已开始裁员。6月份工厂就业人数出现自2022年4月以来最大幅度下降，显示制造业不仅在萎缩，而且正在快速减人减产。随着裁员加剧与信心滑落，俄罗斯制造业正面临重压，而这场无声的崩溃也许只是经济危机的前奏。亚塞拜然正在加速与莫斯科脱钩，甚至准备在未来3年内全面关闭俄语学校，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这一举动不仅象征着与俄罗斯关系的进一步疏远，也被视为该国坚定拥抱土耳其和西方世界，转向北约体系的又一关键步骤。据 Nexta 新闻报道，亚塞拜然政府正计划将俄语课程彻底剔除出本国教育体系。目前，该国共有约340所俄语学校，其中16所更是全俄语授课，学生总数达到16万人，占全国学生总数的 10%。这一改革将深远影响整个教育与文化格局，形同切断与俄罗斯语言纽带的断腕之举。
种种迹象表明，亚塞拜然已下定决心走向一个没有莫斯科干预的新未来。在土耳其斡旋下，亚塞拜然近期更是与速迪亚美尼亚签署了关于赞格祖尔走廊的协议。这项协议被视为明确排除俄罗斯势力范围的一步棋，土耳其、亚塞拜然与亚美尼亚三方形成了事实上的战略合作。这背后是更深的地缘格局变化。土耳其与俄罗斯本就是百年对手，如今土方军力强大，实力位居全球前10。据公开数据，土耳其现役军人超35万，预备役近40万，拥有2200多辆坦克、150艘舰艇和超过200架 F-16战斗机。眼下俄军深陷乌克兰战场，疲于应对，几无能力与土耳其在其他战线上展开直接对抗。与此同时，欧洲也在悄然重塑自己的安全架构。据 Politico 报道，英国与德国计划于7月17日签署一份前所未有的双边防御条约，一旦任何一方面临战略威胁，另一方将视同自身安全遭受攻击而出手支援。虽然英德都是北约成员，按理已受共同防御条款约束，但此番另立山头签署独立防御协议，无疑释放出一个信号，欧洲核心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北约已不再完全放心。尤其在白宫日前宣布暂停向乌克兰提供部分关键武器之后，包括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系统，让欧洲对美方承诺的持续性产生疑虑。如今，援助乌克兰的主力几乎已经从美国转移到欧盟自身。在此背景下，英德联手可谓意义重大。一个高度整合、对外有足够战略自主的新欧洲正在形成，而英德轴心则可能成为这一结构的真正中坚。随着亚塞拜然挥别俄语教育向西靠拢，以及英德构建欧洲版共同防务条款，世界正在见证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联盟重组。未来的地缘版图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改变。中东火药味愈发浓烈，德黑兰接连传出爆炸声，而伊朗方面则悄然更换了第3任总司令。与此同时，美国传出重磅消息，将考虑向以色列转让 B-2 战略轰炸机，这一史无前例的动作引发全球关注。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2日，美国国会2党议员罕见达成共识，若伊朗继续推进其核武计划，将授权总统特朗普在重返白宫后向以色列转让 B-2幽灵隐形轰炸机，并配套提供掩体炸弹等高穿透武器。这种强烈信号意味着美方已将伊朗核计划视为战略红线。事实上，相关援助已开始启动。不久前，白宫已批准向以色列出售一批价值 5.1 亿美元的精确制导弹药。而眼下 B-2 的潜在转让更像是一把悬在伊朗头顶的隐形利剑。就在这一敏感时刻，德黑兰市区及其周边多地发生爆炸，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基地区域成为袭击重点。情报界普遍认为，这是摩萨德近期发动的又一轮精准打击。以色列方面已多次强调，伊朗并未停止核计划，而美方此时放风 B-2 转让，显然也是出于类似判断。而伊朗这边则在沉默中完成了军队高层重组。官方宣布新任总司令上任，但罕见的未公开其姓名与身份。在短短12天的伊以冲突中，伊朗2任总司令拉希德与沙德马尼先后遭以色列清除，间隔仅4天。尽管伊朗低调处理，但摩萨德似乎依然掌握情报。其波斯分局声称，名为阿里·阿巴迪的指挥官已被任命为新负责人。德黑兰方面并未回应这一情报是否属实，但以色列方面极有可能已将阿巴迪列入暗杀清单。而就在内部混乱与外部压力加剧之际，伊朗经济也再次遭受重创，其本币大幅贬值，目前1美元可兑换42000里亚尔，而在不久前伊以冲突白热化之时，汇率一度暴跌至100万级水平，反映出严重的通货危机与民众恐慌。一场堪比好莱坞大片的真实间谍行动终于曝光。当地时间6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罕见召开记者会，首次公开了美军代号“午夜之锤”的秘密作战计划核心情报。
2名美国特工潜伏伊朗整整15年，只为摧毁一个目标——福尔多核设施。凯恩证实，早在15年前，美国便已悄悄启动计划，派遣2名高级情报人员潜入伊朗，并一步步渗透到福尔多核设施周边。他们不是普通间谍，而是具备超强伪装、深度融入能力的幽灵特工，15年间如影随形，深入敌国核心。这2人不仅成功融入伊朗社会，更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对福尔多核设施的地下结构、地质分布、防护机制、进出口路线等进行长期搜集与实地绘图。甚至有报告指出，他们对设施的了解程度已超越部分伊朗官方工程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曾多次身处生死边缘，却始终未被识破。他们以假身份生活，有社交圈，有真实的人设，但他们的唯一使命就是为午夜之锤行动打通最后一道防线。这些关键情报最终促使美国认定，普通炸弹无法摧毁这个埋藏在山体深处的核心脏，必须研制超级钻地炸弹 GBU-57。这枚末日打击武器历经上百次测试与改良，终于具备精准命中、深度穿透的能力。在午夜之锤行动中， B-2 隐形轰炸机搭载 GBU-57成功突袭目标，对福尔多核基地造成严重破坏，任务宣告完成。凯恩还暗示，这2名特工不仅是眼睛，更是钥匙。他们可能协助美方悄然将无人机零件分批引入福尔多区域，提前破坏该地防空系统，铺平了美军空袭的通道。目前，这2名特工已顺利撤离伊朗，平安返回美国本土。凯恩透露，他亲自与他们会面，称这场行动的成功是美国情报史上罕见的高光时刻。不少分析认为，午夜之锤已成为冷战结束以来最惊险、最成功、最具传奇色彩的情报行动之一。